好，首先我们由顶点的位置分到耳上点，接下来我们在后区正中间左右分开，然后我们斜前的划分，从枕骨点划分至前侧。后面这条线呢，随意啊，你也可以分成水平的，这是我个人习惯。分水平的跟斜前的是在裁剪的效果当中呢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它只是作为一个区分上下区的这样一个作用。这样呢，我们下区呢就分出来了啊。然后第一步，我们去定发长，因为浪波的发型呢，它是在肩部以上，是长于我们波波头的，但是一定要短于锁骨发、中长发之类的啊，它一定要在肩膀之上。所以呢，定长度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要留得过长。我们在后面呢去剪一条平的直线，你可以直接把它剪成方的啊，待会儿呢再通过去角的方式啊，我们把两边磨短。如果你直接剪圆的啊，容易造成前面短啊，因为现在是湿发，然后上面这个外线还没剪。如果大家剪成圆的了啊，你后期引导失误的话，你侧边容易剪成很斜很斜。所以呢，建议大家先在后面先剪一个方的，然后后期呢通过磨角去掉一点点就好了啊。然后这边。好，注意看我的这个手势啊，它是梳过来、带过来剪的啊。这边也是一样，向下梳、带过来，检查一下两侧长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底区角度要低啊。之前跟大家分享过，如果你角度拉得高，它会产生这样的内凹型。如果我们想要外部弧形，那我们角度尽量拉的要低，低于45度，不要剪开什么层次啊，直接去角就 OK 了，大家看一下，那这个动作呢，基本就是在做一个去角，大家也不要以剪层次的想法去剪这款发型啊。然后第二片我们斜线啊，斜线。好，继续降低，靠向上一片，你要保持两边的长度，不要把它剪短。好，像剪波波头一样啊，这款发型很简单的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在后部呢，基本做了一个方形啊，方形，但是我层次剪得很低，前边呢，这个长度呢还可以去保留。来，继续这一边。向后靠去做方形。好那我们底区的高低呢，是看你的对头发的一个控制力啊。假如你觉得这么宽你抓不过来，你可以少分啊，可以少分。OK， 这样呢，我们底区就剪好了，直接把上一区放下来。那在这儿呢，我们还可以再分一区啊，都可以的。那当我们后区去剪一个统一层次的话，其实里面分几区它已经不重要了啊，里面的分区只起到区分的作用。因为最终我们会剪成统一的层次，所以你分几区要看你的对头发的一个控制力。好，我剪的层次呢很低，继续向后靠。到我们顶区呢，基本上就变成放射的分区了啊。这边方法相同。
降低，好，继续。向后带方，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后部区就剪好了。接下来我去磨掉前边的角，啊，由后部、中间、左右分开，向前去梳理，向前 C 型梳理啊。好，看，那这条线呢，在耳上我们要向前移动一点点。来，我再重来一遍，让大家看清楚啊。当我把所有的头发梳下来的时候，我们的后区啊这一条线呢在耳上点，然后我们要向前梳理一点点啊，把前面磨短一点点。注意啊，不要多，平剪也行，点剪也行，都可以啊。那我建议大家在剪客人的时候呢，要用点剪啊。那我剪头模是为了给大家做演示啊，必须让大家看清这个切口，所以呢，我采用平剪的方式，啊，看，啊，这样呢，把前面的角磨掉一点点，让它成为一个圆形，啊，圆过来，稍稍有一点点弧度就好了，啊，这边方法相同啊，梳下来，梳下来，大家看这条线在耳上点，然后我们往前蹭一点点。磨掉，然后呢进行衔接，让它由后到前呢过渡的均匀一些这个圆形。注意啊，这个圆形去角呢不要把它去得高了啊。好，啊有一点点向前走的感觉就可以了。好，侧发区分为2区。我们先呢定一个长度下来，好，我们放下来啊，然后 C 型梳理啊，然后磨掉前边的角，微斜啊，随着我刚才做的圆形的外线向上微斜啊，注意。那我们可以走这几步啊，第一步平。向前，向前啊，稍稍的磨下来一点点，上区放下来，跟着后边的切口啊，跟着后边的切口降低，降低。因为我这个头模前面很薄啊，所以我在第一区做完外线了之后，大家认真看了没？啊，我是没有进行拉开层次的，我是在顶区做了一个拉开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技巧，是不是？那下边的厚度呢还会保持，前边一样，啊，这样呢前面会长，因为我拉到后边去剪的啊，所以先不管它。待会儿呢，我们去把刘海的长度定出来。现在我们就只看这条线啊是否均匀，前面这个不算啊。好，第一步，自然向下，注意啊，这个位置有耳朵啊，你要用宽齿梳，轻轻的拉下来啊，用手夹住，不要向下拽啊。好，先定长度，然后向前去角，再来一次。啊，看这条线呢，啊，均匀向上了就 OK 了啊。当然，如果你的头发比较厚呢，我可以在第一区啊就进行去角。那现在这个头模呢，侧发区比较薄，我们第一区呢就不进行去角啊，直接把上区放下来，
也稍稍的向后带一点点啊，也是可以的。垂直分线稍稍向后靠一片，因为待会儿呢我们都要向前去提拉啊。向后靠呢是放长前面，给我们前面的修剪留有余地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个长度就剪好了。通常客人来的时候，如果这个发型，他通常都会有一个刘海啊。那我们头模没有，那我们就制作一个刘海。啊，我分出刘海区。好，这个刘海呢，你可以随意去搭配。那上次我给大家演示的是一个8字刘海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把长度呢定在它下巴左右，向前去剪方形。这样呢，我们长度就剪好了，然后斜向后，分到耳上点，再由刘海最外边的长度啊，最外边的这个长度去连接最短的。当然啊，我建议大家在剪的时候呢，用点剪啊，这样的点剪去剪，去把它剪成一个圆弧形，啊，这样去剪 ，OK 吧？那我呢，为了让大家能看清晰，我就用平剪给大家去修剪。好，最终呢，我们把能带到的全都拉到侧发的位置进行修剪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。你想剪出圆的切口，你就要不停的变换角度啊，或者抬高，或者降低。我这边呢是正手位，所以呢我就要边剪边降低；另一侧是反手位的时候呢，我是边剪边抬高。好，把能带到的全拉到前面去修剪。好。这样呢，我们这个结构呢就剪得差不多了。接下来呢，由于我们所有的啊整个都是低层次去剪的，所以表面会产生硬线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进行去角啊，去角呢拉平去就可以，拉平啊，把上边长出来的或者是比较厚重的角呢，把它打磨圆形啊，圆形打磨就好了。好，随着头型走，好，到前面呢，基本上没有了啊，没有了。这边方法相同，拉平啊，角度拉平。就打磨上面就可以了。好，到前面呢，你会发现抓起来上角就是圆的。接下来我们前后做一个衔接啊，前后做一个衔接，在头顶的部分呢，我们贯穿前后分区，纵向呢提取发片，啊，拉到上面，拉到上面呢，你会发现最上面有一个尖尖的角啊，把它磨圆。向前，好，
继续向两侧延伸啊，发片呢都垂直地面去绞。当你剪到这个转角的位置呢，下面你已经剪不到了啊，因为这个发型上面长，上面的长度长。好，点剪走一下就可以。接下来我们刘海儿。大家还记得 FG 的手法吗？拉平，磨角，磨圆啊。这样让呢我们的刘海呢看起来更加的柔和。好。都向中间靠啊，去剪方啊，去带方。好，我为了方便大家啊，你要用点剪的时候，让你的手指拖着点剪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看一下湿发的一个效果。好，最重要的外线要圆，然后整体的层次要圆润，要饱满。好，湿发效果呢，基本上大家看到了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吹干，然后做精修。来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把这个头发做了一个基础的吹风啊，吹顺带直，然后大家就能看到它后边的轮廓层次呢比较圆润饱满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进行打薄修饰。好。把发尾呢进行柔和，还是一样啊。我们的剪刀呢不可以插入头发太深，这样呢把发尾打得过碎就没有质感。好，走一下就可以啊。想去亮，我们在中段打。还原它的切口。好，前面也一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用牙剪进行去亮啊。如果剪真人的话，这个发量就可以了啊。我们发尾呢再进行细致的再柔和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作为线上课呢，我要跟大家演示一下牙剪去亮的方式。首先呢，这种头发跟短发打薄是一样的啊。先在底区啊，注意我们打薄的时候呢，尽量半区半区的去剪，因为夹子呢会夹出印儿，是吧？好，我们打薄的时候呢，尽量用宽齿梳啊，然后呢下区呢在发尾进行柔和。注意啊，下区要重，不要打得太多。这种发型呢，下区打得多呢，
外线呢就飘了，就不明显了。看起来呢，上面厚，下面薄，所以呢，下区只打发尾。好，中区，从中段开始，用无痕牙剪在里面做弧形，先去除，再打堆积。保持表面啊，不要被打得到，这样呢，你的头发就不会毛躁。好，上区从中段开始向下走，注意还是啊，看表层没有打到啊。如果你去亮，你刚才那步点剪柔和去亮，你去的特别的多，那我建议你呢，先用牙剪打薄，后做柔和。那我刚才发尾柔和的时候呢，去亮去的比较少，所以呢，我还可以上牙剪。下区同样，刘海的部分呢，稍稍的柔和一些啊。鬓角的位置呢，也要去一点点。这样呢，它有个这样的过渡，由薄到厚。看看我们的明暗调，如果不均匀我们就调整。好，继续。好。然后刘海的部分呢，我们斜向后分，分出薄薄的一层，先夹上，然后在里面呢间隔的进行打薄，用剪刀立起来间隔的打薄，然后发尾柔和。好，继续。第二片。第三片呢，直接覆盖下来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半侧呢就剪好了啊，这半侧呢就剪好了。另一侧，同样分为3区。下边呢，柔和发梢，剪这种长发呢，尽量用大齿梳啊。之前我在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过了，大齿梳呢梳起来的头发是不均匀的。那我们牙剪的齿是均匀的，所以牙剪均匀的齿打在不均匀的发片上，就会造成打薄的去亮的不均匀啊。当它有这种不均匀出现的时候呢，就会产生线条啊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个中间呢是有缝隙的。你看我的牙剪剪上之后呢，有一部分的牙是剪不到的啊，有一部分牙是剪不到的，所以呢就造成了打薄的不均匀。这样呢，我们用牙剪呢，它也会产生很少的线条感啊。我们在发廊里工作呢，这些线条感呢是足够用的。好，继续。上边呢，保持表层不要被打到。从中段开始做去亮啊。首先呢，你要对你的牙剪呢要有一个了解，去亮要少，然后尽量把头发分得厚一些。头发分得厚，发片分得厚，去亮就少啊。来，同样靠近刘海的位置，多去一些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少去啊，然后回过来在鬓角的部分呢去一点点啊，因为头膜鬓角这个位置织的特别厚。这样呢，我们看一下均匀度啊，还是这个位置厚。那我们是由前侧的薄到后面的厚
啊，它有一个这样的过渡。哎，顶层方法相同啊，这种方法打薄是特别快的。好，又到刘海儿，我们斜向后。第一层呢，我们在里边间隔式的打薄，然后发尾。好，第二片直接剪啊，在中段的位置直接剪。第三片覆盖下来啊，第一片间隔的打薄，如果不间隔呢，碎头发就会掉在脸上，啊，所以我们要间隔的打薄。第二片呢，它下边有头发，所以它不会掉在脸上，所以我们直接就去打薄。第三片呢，覆盖在表面，不要让短的支出来啊，使发型变得毛躁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这款发型呢。打薄完成啊，打薄完成啊，大家看一下。接下来呢，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滑刀啊。你看，现在呢，整个发型呢落下来，它的轮廓呢是比较圆润饱满的啊，比较圆润的。那如果头发非常厚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用这个柳叶刀，单刃的柳叶刀啊。好，我们选择从鬓角开始啊。用食指跟剪刀取出发片、发束啊，划下边，轻轻的走一点点啊，不要去的多。我们在店里给顾客做头发，尽量保持一下它的亮感啊。好啊，划，剪的要少，我们只做出它的空间感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。表层的头发，刘海呢，我们就不做了啊。这个刘海呢已经很薄了，如果做也是一样的啊，做也是一样的，分开，间隔的去取发束。啊，我少划一点，给大家演示一下啊。好，继续，第二层也是一样，间隔的去取发束。啊，第三层呢，直接落下来覆盖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侧发区就打好了。那我们来到后发区，怎么分缝呢？不重要啊，只要我们做的均匀就 OK 了。就划它的下面啊，左右划不会产生流向的，兄弟们。来，继续。左右滑那个流向呢，只是你心中希望出现的啊，但是呢，在我们头发当中呢，它不会出现啊。理论上有，但是经过大量的实践呢，发现它并不会出现流向。好，继续，少去啊，你看。少去，去的很少。好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去过的，去过的呢会强烈的收窄啊，那这边呢还是很宽。同样，底线不要打得到。少去，啊，你看是这样剪啊，剪。划刀你一定要用单刃的啊，单刃的刀呢划不断头发，比较安全。
继续鬓角的位置啊，耳上的位置呢不要再划了。随时观察啊，随时观察下面的发量是否均匀，只打不均匀的地方，继续。好，刘海呢，我们间隔的去打薄啊，稍稍划掉一点点。第二层同样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完成了啊，这个发型呢就完成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可以打一点点精油啊，大家先看一下干发的效果。那你前边呢也可以配上空气刘海啊，都可以的。啊，这个位置是夹在耳后的。